很多人好奇高达这样的人形机甲是如何做出那么多精密且复杂的动作的呢？为了让屏幕前的各位在穿越到高达世界以后能够快速的找到一份开高达的工作，UP这里也是简单的整理了一下驾驶高达的方法，希望呢能够帮助到大家。首先要说的是，由于高达分为很多的系列，驾驶舱样式呢也是种类繁多，而且就算是同一系列的作品，也会出现由于动画制作年代不同或片中的科技迭代不同，而在驾驶舱结构上面产生巨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就优先考虑较为入门级的驾驶舱像是1年战争中的那些机体或者是 W、SEED 以及00等作品前期中出现的那些机体。毕竟想要驾驶高精尖的机体那真是痴人说梦能不去驾驶铁球和 MA 这些棺材机就已经是天选之人了。而像是 G5 斗转那样的驾驶方式我们就先不讨论了，毕竟那个主要是看你会不会功夫了。接下来呢，咱们来先了解一下驾驶舱的结构。图中为高达驾驶舱的 3D 模型，可以看到主要就是一些仪表盘，操控设备就是2个握柄以及2个踏板。光是这一点就已经很反直觉了。给大家看看战斗机的驾驶舱，大概是这样的。仪表盘数量更多，且按钮也非常的多，还有不少呢是已经功能集成度较高的旋钮。就这还只是驾驶在空中飞行的铁坨子而已，并没有那么多关节什么的。因此这个高达驾驶舱模型肯定是有很多内容没有花进去。我们可以看看 08MS 小队中的铁球，就算只有2个机械臂，也是需要一定量的按钮来控制的。高达就更不用说了，光是开几个副监视器就需要这么多按钮。可能有的人说了，那会儿动画制作者受年代所限制，现在的战斗机都用上触摸屏了，高达也应该如此。然而事实上呢，就算是现代触摸屏辅助操控的战斗机，在驾驶员之间的口碑都不是太好，因为少了旋钮那样的物理反馈，有时候并不能对操作有直观的认知。加上机械领域的一个真理，越复杂的程序 bug 就会越多，在操控机械这方面，反而是越古朴的机械传动会越可靠。因此我们暂且推断，高达的驾驶就是靠那2个操纵杆以及踏板结合若干按钮旋钮来进行的。触摸屏呢可能是更接近杰刚队长那样，在选取复杂项目时才会采取的辅助操作。那么如何才能通过如此少的按钮就驾驶能做出复杂动作的高达呢？这个其实阿姆罗在79年第一次看到高达说明书时就已经告诉我们了，那就是借助 AI 以及机器学习来实现。这时肯定很多人都会想到了预设定了。确实在高达程序中预先设定好极为丰富的动作以及应对的按钮，就可以根据需要快速做出反应了。但是这么一来就会遇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动作多了，岂不是驾驶舱就成这样了？这么多按钮别提操作了，光是背下来它们是什么作用就已经够费事了。战场上一紧张再摁错了或者是摁慢了，那不是找死吗？这个问题其实也好解决，那就是组合按键。给大家举个例子在08M小队中，当大家驾驶陆战高达走出基地时，卡莲只是向前推了一下右手的推杆，就完成了匀速前进的指令。而在战斗中呢，男主也是向前推右手推杆，却让陆高进行了高出力的推进动作。更夸张的是，当小混混坐上陆高以后，随便后拉了一下右手推杆，机体却进行了扭头的动作。所以说单看这几个画面，驾驶员就通过这个右手推杆分别完成了陆高的步行、推进以及转头3个动作。细化一下，这还包含了控制步行的速度、控制推进的力量、控制扭头的速度。如此呢，我们可以推测高达的操控肯定是使用了大量组合操作来完成的。比如前推右推杆时，会根据力度调整走路的速度，甚至可能快速推杆就可以进行跑步的动作。而当你要进行推进时呢，则是推杆配合脚踏板来完成的。扭头可能是按下其他按钮的同时，再拉动推杆进行右转头，推动推杆进行左转头。那这么一来高达各种复杂的动作大概原理也应该明了了。我们以这一幕为例陆高先是跑步顶顿向前，那就是猛推右推杆，摁住举顿按钮之后，通过左推杆控制盾牌的位置，近身后放下盾牌，复位左右推杆，再踩下脚踏板，同时呢再次猛推右推杆进行紧急上推，落地后按下光束军刀使用按钮，并用左推杆掌控砍出的时机和角度，同时呢猛推右推杆向前跑动，最后靠左推杆以及些许的辅助按钮完成挥砍以及突刺的动作。松开推杆，扔掉光束军刀，这就是山大寺军曹的一套民工链了。你学会了吗？当然了，这里还有不少细枝末节的问题，例如推杆貌似只是单轴的，那么如何控制光束军刀挥砍的角度以及盾牌的摆放位置呢？这个有可能是推杆也有纵轴的可控角度，即手柄的上下摆动，以及在预设动作中只需要些许的微操就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吧。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秀翻天的操作，比如用手轻轻握住人类，甚至是2个高达十指相扣，这都是咋做出来的？这个要解释的话，就涉及 AI 控制了。比如说当你下达抓住指令时， AI 会自动
动识别周围有啥能抓的东西，然后替你选择合适的抓握点以及力度。当目标是人时，只要你不是过分的推杆，就会使用合适的力量轻轻握住。而如果当你把目标设为另一台机体，则 AI 识别的就是那台机体离你最近的手。与此同时呢，对方的 AI 也同样识别了你的手，然后呢，两个 AI 就互相理解了，就十指相扣了。我这么解释，你们满意吗？那么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课程内容啊。首先，高达操作是以预置动作加组合按键的方式来进行的。你看到高达做出的各种花式动作，其实呢，对于驾驶员来说，只不过是按下预设按键后选择目标射击而已。AI 会自动帮助你选择最适合的人体动作来完成你的指令。其次， AI 的识别能力要远比你想象的高得多。遇到复杂的地形等情况，驾驶员其实依旧只是简单的前推杆，但 AI 呢会帮你计算你的机体该如何抬腿，该如何缓冲等等。驾驶高达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复杂。好了，希望通过今天的课程能够让你们迅速了解开高达的方法，你们可以准备去穿越了啊！如果战场上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等老手解答哦。OK， 今天视频这么多，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次再见。浮游炮这种在战场上能够嘎嘎乱杀的武器，到底是如何操作的呢？在上期视频中，很多小伙伴学会了高达的驾驶方式，于是啊，纷纷穿越到高达世界进行了实践。其中有一些小伙伴私信我说，他们通过精湛的操作，已经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并获得了成为强化人的资格了。甚至有的小伙伴发现自己原来是 New Type 或者是高级空间认知能力的持有者，想在驾驶搭载浮游炮的机体之前，先了解下这玩意儿的操作原理。那么 UP 啊，就送佛送到西，本期给各位 Ace 介绍一下浮游炮的有关知识吧。在了解操作方法之前，我们还是要给浮游炮的种类做一个划分。像大家最愿意穿越的3个高达世界 UC、SEED、00，他们的浮游炮啊，其实也是有着些许的差异的。UC 里是基于 SAC-MIL 系统研发出来的浮游炮， SEED 则是基于分离式统合控制高速机动兵器网络系统而研发出来的龙骑兵。00则是基于以 VIDA 为代表的量子计算机辅助而研发出的。咱们啊，就先来看看最传统的浮游炮。在 UC 宇宙中，无限式浮游炮只有 New Type 和强化人是可以使用的，因此算得上是精英中的精英武器了。如果你不是 New Type 却被选中当强化人，尽管啊会有一些不那么人道的体验，但机会确实难得，还是建议大家不要错过。当然了，有限式浮游炮普通人也是可以使用的，不过那个虽然威力大，不用考虑续航，但终究啊是连着一根线，跟带着一只小狗一起战斗没啥区别，战术灵活度呢也差了很多。我们啊就不深入讨论这个了。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浮游炮的运作原理。作为一个成熟的 New Type 或者是强化人，是可以有目的性的使用感应波的，而感应波呢，其实就是脑波的一种。同时，感应波是可以利用米氏粒子通信来进行通信的。是的，又是万能的米氏粒子哈。我们看到剧中 New Type 的各种来电，或者是 New Type 聊天室，就是他们通过米氏粒子通信来进行的感应波互动。甚至啊，有些非常强大的 New Type 还可以给对面下个蛊什么的，简直是恐怖如斯啊！可问题是，人类可以通过感应波来互相理解沟通，但机器却不可以。毕竟人类的感应波它用的也不是机器的语言，于是能够把感应波翻译成电信号的系统SAC-MIL系统就诞生了。它可以将感应波中有用的数据，如方位、坐标、开火时机、运动方向等等，翻译成机器能够听懂的指令，从而达到高效的人机交流。在这个基础上，浮游炮的使用方法就很清晰了。首先呢，作为 New Type 或者是强化人的你们，散发出带有明确指令的感应波，在被SAC-MIL系统接收以后，由系统将这些信息以任务的形式发布给浮游炮们。如此一来呢，就可以实现浮游炮的有效控制了。不过在操作时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啊 ，UC 后期的浮游炮体积一般不会很大，因此呢，储备的能源也不够多，你需要提前计算返航所需要的能源，否则这个高研发成本的东西来不来被你弄丢几个，恐怕高层啊就不会给你好脸看了。毕竟并不是人人都有阿姆罗那样的待遇，是不是？其次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些强大的 New Type 或者一些带有变态般的精神感应系统，会对你的感应波做出反应，有针对性的剥夺你对浮游炮的控制权，甚至呢还会追杀你。如果还想活命啊，或者是不想体验被 NTR 的感觉，那就赶紧跑吧，小命才是最重要的。最后呢，在 UC 纪元，你是 New Type 也好，强化人也罢，最好呀别在联邦这边，他们不但处处提防着你，还会拿你做各种实验。相对来说啊，吉姆那边待遇会好很多，你懂我在说什么吧？接下来啊，再来看看 SEED 系的龙骑兵。严格意义上的龙骑兵是不包括零式战机的那种有线筒子炮的，这一点啊，希望各位驾驶员注意，别被人忽悠了。
而 C 的宇宙中的龙骑兵运作原理与 UC 是相似的，只不过 C 的龙骑兵是使用幻象粒子进行通信媒介的，而且呢是有量子计算机辅助，因此并不需要驾驶员发送感应波啥的，而是由头盔上的脑波感应器与驾驶员的神经直连。因此在 C 的后期有了超级龙骑兵系统以后，即使你没有高级空间认知能力，也能够使用龙骑兵了。只不过基本的空间认知能力还是要有的，不然你思维跟不上。那么 C 的宇宙的龙骑兵系统使用步骤就很简单明了了，拢共分3步。第1步，把指令传出去；第2步，派龙骑兵出去；第3步，让他攻击或者回来。同时呢，至少在 CE71年和73年打得最热闹那几年是没有什么脑波攻击的，因此也不用害怕自己会被 NTR。所以相对来说，在 C 的体验龙骑兵还是要比 UC 好多了。最后再来看看00恭喜你，如果你来到00世界，那么你的体验将会非常的舒爽。首先，由于这根粒子拥有改变物体质量的能力，因此00宇宙的是可以在大气圈内使用的，就光这一点就比 UC 和 C 的要爽太多了。其次是可以通过 AI 系统自行运行的，这一点呢与 C 的后期的超级龙骑兵类似，再加上在编的机体还有 V 的这个超级量子计算机辅助，基本上你上战场之前给 V 的点根烟孝敬他老人家一下，就能在战场上大杀四方了。而如果你恰好是变革者、准变革者或者是强化人，那么也可以自己通过脑量子波来控制。这么做的好处呢，就是操作起来更能如你愿；缺点呢，就是可能很多时候你的想法还不如人家 V 的规划的呢。所以建议还是直接托管，专心本体的操作吧。好了，以上就是高达宇宙中比较常见的浮游炮操控方式了。希望通过这些简短的介绍，能够让大家对浮游炮的使用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具体的操作还是要多学多练。祝各位能够在战场上再见奇功。OK， 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你们的点赞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我们下期再见。